新年开工后，老板给我安排带一个实习生，原想着新人不容易，我什么都交给他，哪想我报销高额材料费，他举报我吃公司回扣，我用奖金提车，他拍照上网造谣我是捞女。后来我拿下100万订单，他眼红嫉妒，在我的酒里放入头孢，我当场猝死，他却抢占我的订单客户，顶替我的功劳。再睁眼，我回到老板刚把他安排给我时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薇姐你好，我叫李冉，很高兴能做你的徒弟。我刚毕业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还请您多多指教。看着俏生生站在我眼前的小姑娘，我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股厌恶。前世1年刚开工，老板就将李冉安排给我做徒弟。李冉长得好看，说话又甜，每天薇姐长薇姐短，我看着心里十分高兴，简直是把她当作我的亲妹妹，恨不得把毕生所学教给她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的真心竟然滋养出来一头白眼狼。一想到前世，我就是被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给害死了，我就觉得一阵胆寒。我整理着手中的资料，不轻不重嗯了一声。要是我早重生1个小时，我都可以向老板提出拒绝李冉做我的徒弟。可现在，老板已经把李冉送到我身边了。老板自大狂妄，最讨厌别人忤逆他的决定。我要是这个时候把李冉给推出去，恐怕老板背后要给我穿小鞋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前世那个傻不愣登，只会对别人掏心掏肺的傻子了。既然李冉选择留在我身边，那我就让他看看留在我身边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李冉很会观察人，他注意到我的态度转变，就判断出我不太喜欢他。顷刻间，李冉的眼泪就落下来，他支支吾吾地开口：薇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啊？我知道我还年轻，刚来公司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只要你好好教我，我都会学的。而且我虽然年轻，但不会学着网上的那些年轻人整顿职场的，我很能吃苦的。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交给我，我要是做错了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不会有一句怨言。我勾起嘴角，我和李冉刚认识，就算不对他笑脸相迎也是正常的吧。他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些话，是生怕老板不对我有意见啊。果然，跟我不对付的刘娜已经开始对我冷嘲热讽。李冉，你可别伤心，咱们的这位薇姐可是公司的销冠，去年还被大老板给表扬了。这不，大老板亲自承诺，只要他今年还能当销冠，就直接把他提成部门经理。他这样的人，有点小脾气也正常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呢，李冉先开口了。他挡在我面前，怒火中烧地看着刘娜：我不许你这么说薇姐，大老板夸薇姐，那是因为薇姐能力出众，你要是有能力，大老板也会夸你的。再说了，我觉得薇姐是个好人，她就算有小脾气，那也应该是我去顺应她。刘娜还以为自己说完这些话后会引起李冉的共鸣，可没想到李冉不搭理她，反而当众顶撞。刘娜的脸色顿时变了，直接扭过头，把键盘敲得噼啪作响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可笑。前世的我对李冉是很友好的，看到她之后，第一时间笑了笑。当时刘娜就曲解了我的含义，说我对李冉阴阳怪气，瞧不起她，而李冉也是当众回击。我本来就对李冉有好感，李冉又这么维护我，我心里的那点感情瞬间爆发出来。直到后来，我才知道李冉和刘娜早就认识，他们今天弄这一场，
也是专门给我做给我看的，就是让李冉顺利得到我的信任。而李冉在看向我的时候，目光里已经有了一丝笃定。我如李冉所愿，一改刚才冷冰冰的态度，对他释放善意，甚至还亲切地拉过凳子，让他坐到我旁边。刘娜那个人就这样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以后你跟了我，我自然会好好对你的。公司的事情，我会手把手地教你，我保证你会安安稳稳度过实习期，也会顺顺利利留在公司里。李冉一听这话，眼睛都亮了，他不停地点头。之后整整一天，他都守在我的工位旁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的工作，甚至在我跟客户交流的时候，他还主动拿笔记本记录。要不是我知道他记这些，只是想弄走我的客源，在大老板面前增加他留下的资本，我还真的会把他当做一个好学的学生。我没带过新人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培养新人，所以前世带李冉的时候，每一场饭局酒局，我都会带着他一起去。这种方法虽然看起来笨拙，但能学到的东西确实多。这一世，我也没打算藏着掖着，毕竟只有让李冉的野心嫉妒更加膨胀，我才能够反击得更加厉害，才能更好地抓住他的把柄。果然，在一场又一场的饭局堆积之下，李冉的成长肉眼可见。这开工才1个星期，他已经拿下2个订单了。老板在星期一开会的时候还着重表扬了李冉。我看着李冉羞涩得意的笑，主动提出要带李冉出差。李冉自然是愿意的，一路上他都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怎么将利润最大化。我装作不经意的开口，咱们有什么利润？这一行吃的就是订单，客户多，订单多，咱们的奖金就多。要是说其他的，那就只有这出差福利了，再加上这材料费，要是你和厂家认识，稍微便宜一点，这中间的钱不就省下来了吗？我若有所指地留下这句话。前世我出差购买材料，因为公司要得急，我没来得及做预算，只能用多少报销多少。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可李冉看到我报销的材料费金额之后，竟然直接向老板举报说我故意吃回扣。老板调查时，李冉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我要是真的为公司着想，就应该提早做预算，而不是花多少报销多少。我有心反驳，却因为李冉是我徒弟，他举报我就相当于大义灭亲。老板对他的行为很赞赏，根本不听我的辩解。财务部在老板的授意下驳回了我的报销申请，我在公司声名狼藉，而李冉则一跃成为老板眼中的实力干将。我去质问李冉的时候，他竟然说他报销餐费财务部都不批，凭什么财务部要批我的高额材料费？我当时都被李冉的话给气笑了。他报销的餐费是他自己和家人吃饭的费用，公司凭什么替他报销？他把自己的不快发泄在我身上，他还有理了。这一次我不用他举报我，我要他自己跳入火坑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一直到出差结束，李冉都没有再问我材料相关的事，我也懒得跟他说，只是整理着自己的预算报告。我可得防着李冉再拿这件事情举报我，但我没想到李冉的速度竟然比我还快。我刚进老板办公室，就看见李冉正站在老板面前，他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报告单，老板已经笑得眼都看不见了。我心中有了猜想，却还是装作不知情的样子，把自己的预算报告交上去。老板也不细看，只是在看到我的金额之后发出惊呼：怎么要这么多？这已经大大超出我的心理预算了。我微不可察地嗤笑一声，
这已经是压缩过后的预算了。这次用的都是好材料，这方面不能省。我们是干装修的，客户要什么材料，我们就给什么材料。毕竟钱在那里摆着，我们也不能拿太次的材料去糊弄他们，不然被发现的后果我们可承担不起。更别提这一次找我们装修的还是一个大老板，他手里露出来的一点订单都够我们这个小公司吃1-2年的了。我们当然要维护好，也正因如此，前世在我明知道老板会反驳我的情况下，我才会先购买材料再进行报销。可老板想不明白，他直接把我的报告预算甩到地上。姚薇啊，你说让我该怎么说你？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连一个预算都做不明白，公司就是这么培养你的吗？你看看李冉，他刚来公司1个星期，预算就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老板将李冉的预算报告递给我，我翻开一页，就震惊地挑了挑眉。李冉报上去的每一份材料都和我看中的材料一模一样，可总价钱竟然差了整整2倍。但凡不傻都应该知道，这中间肯定出问题了。可老板就是装作看不见，或许在他眼里，他宁可相信李冉作为一个实习生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，也不肯相信李冉在中间做手脚了。李冉看着我和老板之间紧张的气氛，他笑着开口：“老板，还是您领导的好，我才能成长到这个地步。我和薇姐找的材料一样，但薇姐可能是事情太多了，没有多找一找，这也不能怪薇姐呀。”老板听到李冉这么说，欣慰地笑笑：“还是刚上班的人有活力啊。姚薇，这一次我对你太失望了，就这样吧，这一次就让李冉全程负责装修，你就先歇一歇。”老板声音不大，但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，我们说的话外面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霎时间，我感受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，哪怕隔着墙，我都觉得如芒刺背。我挺直背，微微颤抖地看向老板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所以，您是让我把这一次的客户交给李冉吗？老板点点头，这是肯定。公司的钱也是钱，你总不能仗着资历大就肆无忌惮花公司的钱吧？好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李冉了，不用再说了，你走吧。李冉的眼中划过一丝讥讽，我失望地看着老板，心里却早已笑出花，鱼上钩喽。说实话，这个客户哪怕是在前世我也并不是很想要，因为这个客户的要求太高了，连我这样的老人应付起来都有些吃力，更别提李冉一个新人了。现在能够甩出去，我别提有多开心。况且李冉用的材料是什么东西，他心里一清二楚，到时候被这个客户发现了，后果自负，而我还能撇得一干二净，何乐而不为？我装作失魂落魄的样子回到工位上。我在公司好几年了，这一次也是因为李冉而失去了客户。在其他同事眼里，我是遭到徒弟背刺的可怜人，他们对我没有前世的嘲讽，反而过来安慰我。最后，所有人看上李冉的目光都不善，可李冉自己不这么觉得。他得意洋洋来到我面前：“薇姐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老板会把这个客户给我，我去找老板把客户还给你吧。我在你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我真的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让你难过。”李冉虽然这么说，但腿跟焊在地上一样，动都没动。我便知道他打算跟我撕破脸。我猛地站起身：“大可不必，没了这一个客户，我还有其他的，用不着你在这里假惺惺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亲自教出来的徒弟竟然会这么对我。以后咱们2个人也没必要以师徒相称了。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义正言辞地说出这番话，随后拎起包就离开现场。他们怎么讨论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了老板发话，我心安理得地休息了好几天，而且我的年奖还下来了，正好可以买下我早就看中的那辆小车。可就在我开开心心地享受假期时光时，老板的电话跟夺命一样打到了我的手机上。我叹了口气，刚一接通，就听见老板的河东狮吼。等我赶到公司，就发现原本整洁有序的公司现在一片狼藉，而前2天还光鲜亮丽，一副职场女强人的李冉，现在正狼狈不堪地站在一堆废墟当中，身上还有数不清的细碎伤口。我眯了眯眼，发现李冉前面正是那个难缠的客户陈先生。老板一看见我，刚看见救命恩人一样，赶紧将我拉到陈先生面前。早在来的路上，老板已经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我。原来李冉为了吃回扣，找了最劣质的材料给陈先生用。他以为陈先生是个外行，什么都不懂，便想着糊弄一下。可他没想到，因为材料价格低，材料里面包含多种毒素，陈先生的母亲年纪又大了，竟然只是在房子里面转了一圈，便因为中毒躺进医院，现在还在急救。这让陈先生怎么能忍？陈先生冷哼一声，丝毫不看老板谄媚的笑脸。我不管这件事情，你们必须给我解决好。还有这个，赶紧给我开除他，我不想再在你们公司看见他。有他这样的人，你们公司迟早完蛋。另外，损失你们也得给我赔偿，还有医药费，剩下的都跟我律师谈吧。这一次我不让你们大出血，你们还以为我是软柿子呢。陈先生气得不轻，说话毫不留情。李冉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十分难看。老板顾不上维护李冉，只能不停点着头，又提出让我来负责这件事。陈先生这才满意离开。我看向李冉，她早就不像前2天的精致了。李冉张嘴，连模糊的音节都发不出来，只能眼泪汪汪看向老板。我知道他想向老板求情，可这一次老板对李冉的请求视而不见。你还有脸朝我求情？30万的回扣，你倒是贪心，一个人吃得下吗？原本看你老实，没想到你玩得比谁都狠。老板气急败坏，而李冉只是一味摇头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用自己肿成猪头的脸去蹭老板。我心中嗤笑，前世我的功劳被那么轻而易举地顶替，除了是因为我死了，更因为老板和李冉之间有点见不得人的关系。要是换成其他人吃了30万的回扣，老板早就让法务部发律师函了，怎么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番话？老板不就是想先发制人，好让我不要继续追究下去吗？马上老板便自以为对李冉的惩罚已经够了，他满眼恳求地看着我，说起来这件事情我也有错，本来想着能给公司省点钱，谁知道事情变成这个样子。怎么说，李冉也是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我把她开除，也算是再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大老板写了报告，你经理的位置很快就下来了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着老板，老板为了把李冉给保下来，真是费尽力气啊。既然老板想，那我就顺着他，反正李冉的嫉妒心可不体现在这一点，他能闯下的祸事也不止这一件。我没想着就凭这一件事永绝后患。李冉收拾东西离开的那天，我坐到了经理的位置上。经过这一次，李冉已经彻底记恨上我，他认为是我在故意背后算计他，不然就凭陈先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，
怎么会看出来材料有问题？难道就凭陈先生母亲住院这一件事吗？我低头浅笑，李冉还是太天真了。陈先生之所以难缠，不是因为他钱多要求高，而是因为他本身就在装修行业干过几年，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。得罪了陈先生，李冉就相当于被整个装修行业给封杀。至于我这个被拉来救急的人，自然比之前更加得陈先生喜欢。经过这一次，原本对我负责陈先生装修这件事情有意见的同事，也认为我是在救急，对我的不满少了许多。就在我全权负责陈先生的装修时，网络上突然出现一个帖子，发帖人以一种极其隐晦的方式来揭露装修行业的内幕，其中的配图文字全都在隐喻装修行业有一个靠肉体上位的女员工，不仅私下里用身体拉拢客户，还从客户身上捞金，是一个实打实的捞女小三。配图正是我开车的照片，我买车花了10万，跟我的年薪比起来，这个价钱确实不算高，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一点，反而认为这是我用身体拉拢客户的证据，一个个煞有其事的在下面分析着，对着我的照片指指点点，甚至还有人说跟我进行过肉体交易。李冉没有统一回复，一边说着照片只是参考，一边在提到我名字的评论下点赞。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，更加让吃瓜群众们激动。我只觉得可笑，我以为这一世的李冉怎么也会换一个造谣方法，没想到他一点改进都没有。只不过前世的他是因为嫉妒我有了新车，而这一世的他是怨恨我夺了他的客户，害他被辞。既然他这么做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装作不知情的样子，继续跟进陈先生的单子，甚至还在陈先生的介绍下参加了一个酒会。刚进入酒会，我便看见李冉花枝招展地跟在老板身边，两个人亲密的样子简直没眼看。我要是没记错，老板早就结婚了。看见我，李冉腰身一扭，趾高气扬朝我走过来。她穿着精致的晚礼服，踩着恨天高来到我面前，一脸倨傲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薇姐。不知道薇姐这几天过得怎么样？我看网上有好多人发帖子声讨你呢。你放心，要是薇姐没有证人，我可以去帮薇姐作证。怎么说，我也当了薇姐一段时间的徒弟。李冉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李冉操控舆论确实是一把好手，他发布的那条帖子，光点赞量都超过了100万。我的名字瞬间响彻在整个装修行业，有不少男人打着装修的名义，故意约我出去吃饭开房。我要是拒绝，他们便在背后骂我清高不知好歹；我要是不拒绝，他们便蹬鼻子上脸，试图对我不轨。李冉见周围有人看过来，心中的得意更深，他骄傲地仰起头，只是脸上却多了几分委屈。对不起，薇姐，我不该这么说的。我知道你一向靠实力的，你放心，那些帖子我会找人删除的，绝不会让它影响到你的名誉。李冉这个样子落在其他人眼里，那便是我凭借着资历欺负李冉。我不说话，李冉还以为我是心虚默认了。我看向一旁的老板，我在公司好几年了，我是什么人，老板一清二楚。他已经在吃回扣那一件事情上包庇了李冉一次，难道这是包庇李冉吗？我的一举一动落在李冉眼里，那便是我刻意勾引老板。他冷哼一声，亲切地挽住老板的胳膊。薇姐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个帖子上面也没写谁的名，大家现在都是猜一猜，你要是不承认的话，也没有办法。
但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你也没必要再装下去了。我相信老板的眼睛和行业其他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他们自然知道谁对谁错。李冉说着，还故意在老板面前吹气。老板的眼神迷离起来，他在西装的掩盖下掐了一把李冉的大腿，随后十分不屑地看向我。好啦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吧。姚薇在我们公司也工作了很长时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。我被老板的这句话给气笑了。既然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替我解释？他是觉得陈先生的单子已经快完成，这个时候随便找个人接手，都能把陈先生的单子继续做完。况且我又是公司的经理，不敢轻易离开公司，舍弃我一个让李冉开心，简直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可是他不知道，我来这个酒会的真正目的是陈先生给我介绍了一个行业公司的老总。陈先生十分看重我的能力，他告诉我，只要我愿意，那个老总会给我最高的待遇。我过去就是经理，年薪比现在要翻一番。我原本就有跳槽的打算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公司。现在看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。我正好借着这次机会，让李冉和老板的真面目暴露出来。我端起酒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手中的酒干脆利索倒在了李冉身上。李冉立刻变成一只落汤鸡，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，举起手就要打我。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我把早就准备好的辞职信和律师函并一起甩在李冉和老板的身上，纷纷扬扬的纸张落下。我看见老板惊慌的脸和李冉诧异的表情，我双手抱胸，仗着身高，居高临下看着老板和李冉。李冉，你在网上发的帖子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，这份律师函是送给你的，咱们3天后法庭上见。还有，我要辞职。一听见我说的话，老板的反应比李冉还大，他可太知道我这个销冠的重要性了。老板面色一变，迫不及待地开口：你这是干什么？有话好好说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辞职啊？见我不为所动，老板紧接着开口：是不是觉得工资低？那我再给你加1倍，还有其他的要求，只要你提出来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老板神色紧张，李冉却不以为然，他骄横着：老板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想辞职就让他辞啊，咱们公司的能人那么多，怎么会差他一个人？还有薇姐，你说要告我，那些帖子又不是我发的，帖子也没有提到你的名字，你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？难不成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干的？你心虚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李冉，我没干过的事，我为什么要承认？不过你干过的事，我就不信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况且你要不要仔细看看？我告你侵犯我的隐私权和肖像权，你发的那些照片可都是我。李冉做事谨慎，我要是告他造谣，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还不如肖像权和隐私权来得快。更何况我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要告李冉，而是要借这件事情让他和老板狗咬狗。李冉还想开口反驳我，老板一巴掌甩在李冉脸上，老板的力气可比我大多了。李冉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他皱起眉，可怜兮兮的样子确实惹人怜爱。但现在在老板眼里，李冉现在就是一个十足十的麻烦精。闭嘴！我之前怎么会眼瞎把你给招进来？微微作为你的师傅，教你东西，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在背后造谣他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公司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再收律师函吧。还有上一次你吃回扣的事情，
我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，没有跟你计较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。既然这样，我也没必要给你留情面了。老板说着，掏出手机，直接拨打了法务部的电话，让他们马上拟出一份律师函出来。李冉震惊地看着老板的变脸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刚刚还对他言听计从的老板，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老板做完这一切，胖脸上努力挤出一抹笑，你看，都是咱们公司的事，就不要在这里说了，不如我订个餐厅，咱们边吃边聊。至于李冉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老板的话带着十足的暗示性。我抬头环视了周围，准确定位到陈先生给我介绍的老总，他正目光炯炯盯着我，显然他很满意我这个投名状。我高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。陈先生介绍是一回事，我自己的能力又是另一回事。要是我贸然跳槽，老总虽然会用我，但心里保不齐对我有什么想法。这一通下来，老总知道是我和公司有矛盾，而不是我个人业务问题，那剩下的事情就方便多了。我坦然一笑，拒绝了老板抛出来的橄榄枝，这就不用了，我就是要辞职，我也不稀罕你的赔偿。你要是敢拿这件事情卡我，那不好意思，公司的东西我也是知道一点的。老板是个周扒皮，他开除员工并不会给补偿，反而会以员工的毛病为要挟，要求员工主动离开公司。这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没给老板脸，他之后肯定会想办法坑我一把，还不如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话说清楚。老板就是为了公司脸面，也得安安分分地放我离开。陈先生姗姗来迟，他毫不惊讶地看着乱糟糟的现场。哟，这不是之前给我用毒材料的李冉吗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还有，你不是说把李冉开除了？怎么现在你们两个人又好上了？贵公司还真是乱成一锅粥了。老板脸色苍白如纸，这个酒会来的可都是装修行业内部的人，再加上他们各自的人脉圈，这事情要是真的传出去了，恐怕以后他很难接到一个好订单，大老板不会放过他的。陈先生仿佛没有看见老板难看的脸，直接带着我去了老总面前。老总亲自端起酒递给我，看来用不了多久，你的离职手续就会办好，到时候欢迎你来到我的公司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激动，矜持地点点头。这可是装修行业的龙头公司，这一次我才是彻底摆脱了前世的命运。这场酒会，有人高兴，有人失落。酒会还没结束，老板便将李冉拉了出去。哪怕宴会厅内人声嘈杂，也能够听到宴会厅外老板的怒吼声。我心中满意不少，但这远远不够。前世为了一个大订单，李冉在我的酒中下药，我因为他的贪婪极度丧命，这个仇我必须得报。如我所料，老板确实没有在离职报告上为难我，只是在流程走完之后，老板把笔一摔，大刀阔斧坐在办公椅上，面色不善地紧盯着我。你别以为离开了我们这，我就没办法收拾你了。你也不想想，人家是大公司，那么多的销售精英，哪里看得上你？更别提你现在手里一个单子都没有。到时候别被人家赶出来后哭着来求我给你一碗饭吃。我把轻飘飘却重如千斤的合同拿在手里。当然不会，我好像忘了告诉你，前2天陈先生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客户，那可是100万订单，也不知道新公司的工资结构是什么，我拿到的奖金会不会比现在还要多呢？我的喜悦溢于言表，让一旁的老板目瞪口呆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正式起诉李冉了，还在他家里发现了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我已经寄给你老婆了。
我笑嘻嘻的，在老板站起身之前，立马跑出办公室。解决一个李冉不难，可只要有老板在，李冉就还会东山再起。我必须把他们两个一网打尽。李冉和老板之间已经有矛盾了，那我就让这个矛盾再加大一下。我刚入职新公司，为了在老总面前表现一番，我亲自跟进100万订单。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竟然这么重。我跟着客户回家后，竟然发现他和老板的老婆王女士竟然是一个小区的，只是这个小区楼层越高，价格越贵。老板家住在3楼，而我的客户住在13楼。客户有些抱歉地看着我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也是最近才听到你的事。其实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可以换一个人过来，我还是比较相信你们公司的。我摇摇头，先不说这个订单给我带来的奖金有多高，就凭他和老板是邻居，我能每天看到老板他们家鸡飞狗跳，我都觉得开心。刚刚李冉也从我面前过去了，他没发现我，因为他正在被王女士追着打。老板是个软饭男，他能坐上这个位置，全靠王女士的父亲在公司的地位。现在老板养着李冉的事情东窗事发，这让王女士怎么能够忍下去？我跟客户交谈完之后，直接下楼，却看见原本被打跑的李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一脸怨恨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说出去的话让人不寒而栗。都是你，姚薇，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。要是你早点告诉我陈先生认识装修材料，我怎么会去吃回扣？我要是不吃回扣，你怎么有机会上位？而且我和老板的事情就是你捅出去的吧？你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无语地看着李冉，我难道没有提醒过你吗？是因为你的贪心才造就了今天的一切。你来怨我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况且回扣是你自己吃的，造谣是你主动的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我说完这句话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我才不想和李冉这个疯子一般见识。李冉因为身上的伤也跑不远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走。他的目光一直留在我身上，哪怕我走了很远，都能感觉到那股歹毒。我搓了搓胳膊，努力让自己暖和起来。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前几天，我正好看见李冉去药店里买了头孢，因为刚开工就拿下了100万订单。部门的人借此机会给我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庆功宴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门外闪过了一道影子，那是穿着服务员衣服的李冉。我借口去厕所，实则是给李冉下手的机会。果不其然，等我再回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酒杯已经移了位置。李冉做的倒是没错，谁会在酒桌上偷喝别人的酒呢？可他没想到这杯酒不是我的，是给老板的。庆功宴开始之前，老板就在门口堵住我，想让我去替他说情。按照他的思维，我曾经是李冉的师傅，我要是站出来说他和李冉之间没什么事，说不定王女士就会相信。我当时没有一口否决，只是告诉他过会儿庆功宴上我们再详谈这件事。现在老板已经来了，他顺手端起我面前的酒杯就要敬我酒，而隐藏在暗处的李冉看到这一幕，目眦尽裂。他还没来得及冲上来，老板已经把酒喝进去。都说头孢配酒，越喝越有。老板和我前世一样，当场毙命。老板的死就像定时炸弹，瞬间燃爆全场。大家手忙脚乱地报警打电话，而我的眼疾手快地拉住李冉，阻止他逃离现场。有了警察介入，再加上李冉和老板的特殊关系，这场荒诞的闹剧终于到此结束了。
王女士以故意杀人的罪名直接起诉李冉，并且要求天气在入狱之前偿还之前他所吃下的回扣。李冉被逼着把房子都卖了，跪在王女士面前求原谅，还不惜把一切推到我身上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。他因为情节恶劣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他入狱那天，我还特地去看了看他，看着他面色灰白、绝望至极的样子，我心中的恶气终于抒发出来。恶人得到惩罚，我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